想要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帆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忍不起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越多误入星辰，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根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成。旅游度假就同城，放心有保障，说到就做到。同城旅行邀你收看《灼灼风流》。停车！吁！还有多久？马车脚程慢，少说还有个把时辰才能到定京。芷墨，你去通知木姑娘家人，让他们等在公园门口。你把马给本王。是。下车。啊？下车？撤！我家小姐呢？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啊，这3个字我认识，你带我去哪儿？去找小姐吗？那咱们快走吧。怎么了？共约得拿考篮。啊，好。撤！大胆！尽快下手！传神帝王殿下！撤！誓言落地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越多误入心神，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那不是定了？他特地送那位女举人来会试，难不成有什么猫腻？哎，有猫腻就不会坦坦荡荡的送到门口了。定王殿下可是今年的主考官之一啊。也对。小姐，你终于赶上了，还早到了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啊。多谢王爷。无需言谢，本王从不欠人。王爷，小人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王爷，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，小人的父亲在您这岁数，那孩子可是一大堆了。小人是个大夫，医术还不错的那种，这个您都知道的。小人看您是个英雄人物，又如此的礼贤下士，就总觉得得为您做点什么。我们穆家，就是我父亲，有不少壮阳的秘方。你要是需要的话，
小人可以便宜给您吃。小姐，我人生第一回好心好意，觉得定王殿下人还不错，所以想着之后可以帮他治治他那不能人道的毛病。他怎么还生气了？可能你刚才说给他便宜治。什么？那他难不成还想免费啊？他当定王殿下，他缺那点真金吗？好，停，排好队。你便是方才定王殿下所送的举人。惊鸿公子，在下延州穆卓华。今日险些没赶上，多亏了定王殿下仁义无双，这才及时赶到。女举人当中姓穆的只有一位，穆举人能得柔嘉公主的称赞，定是有过人之处。公主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公主不会看错人的，那在下预祝穆举人高中。多谢惊鸿公子。这个女举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先是定王殿下亲自送考，后是惊鸿公子亲眼相待。莫非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小姐？没听见惊鸿公子说的吗？这女举人得了柔嘉公主的夸赞，可是了不得。陛下，定王殿下除了救急需要调养之外，再无他症了。瞧仔细了，万万不能有什么隐疾。皇兄，赵院士乃杏林高手，他号的脉不会有错的。是。有走针出现之时，暗卫已经向朕禀报过了。朕已经命杜重把暗卫这3年来的花名册和出入名册整理出来，交由你的府上。多谢皇兄。没想到这暗卫中竟然会有奸细。皇兄莫要动怒，别伤了身子。我爱。那日你说要去天童山一趟，不知为何，朕万分担心，
还好朕的人去的及时，要不然这后果……天下之大，北凉人仇视我南陈已久，想杀陈帝的人又岂在少数？背后想杀你之人，朕绝不会轻饶。然，你也不能过于心切。皇兄放心，陈帝还想多活几年。那就好，只要你平安，朕也就放心了。皇兄，近日太后身体可好？朕还未将你险些遇难之事告知于她，你万万不要让母后担心。皇兄放心，那陈帝就不去叨扰太后了。对了，你也该去贡院尽一下身为巡考官的职责了。是。若拒马河一事当真与太后关联，总要有明确证据才是，不能伤了皇兄的心。袁成明已经死了5年，可无心岛上的空冢却是个修成不久的新坟。还有云香月，作为女儿，她为什么不用真名为父亲立碑，还用了很容易被查到行踪的花名？这其中定有他人设计引导。只见再着人仔细查一下袁成明的衣冠冢，本王要那个衣冠冢的所有资料。是。会试开始。第1场铁骑，圣贤陆为人章。小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心里大概是有数的。算一下，第1场经义，是我最有把握的。诸子百家，不说倒背如流，那顺着背应该一字不差。晨儿，皇叔，您可算来了，您竟然会迟到。有你在，皇叔歇歇不成啊？自然可以。您看，我都没有派人催您，我就想着您何时想来便来。哎呦，说起来，这届女考生虽然大多数出自世家，不过也是开创之举。这全是皇叔您的功劳。只不过，以世家的底蕴，想要栽培出几位女举人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就是考中贡士，确实难如登天。我一向赞同皇叔，不过重开女子恩科这件事，我却始终不明。有何不明？女子就算考中进士，那最后的结果，也不过是回家相夫教子。您说她这苦心读书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若不经世治国，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学学德颜容功呢。哎呀，从元光女帝开女科以来，哪一届的结果不是这样？
那是南陈的风气所致，并非人人都想走这条路。给一条路的选择和将路堵死，那是两回事。人各有志，然而多读书总是有益处的。同一棵桃树，有人视而不见，有人拈花悟道，有人怜其羸弱，有人恋其灼灼。无论读书之后是从政为官，还是相夫教子，若有所得，便有所获。那皇叔，您看这桃花，此刻又想起了什么？想起了一首诗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逍遥辗转于春秋，观今间万卷为眸。青丝结梦看遍红尘悠悠，金榜留名怎回眸？一生跋涉一黄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皇叔，您这玉佩什么时候的？我都管你问了好几回。你还差一块玉佩吗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人不及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自信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越夺目如星辰，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天生的恩神，有愿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根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成。好，好啊！我这里有一份卷子，一字不错呀。一字不错。看看，是不是？真是呀！看看，想必是沈惊鸿的卷子。果真如此。皇叔不信啊？那我和皇叔打个赌，这卷子必然是沈惊鸿的。赌什么？就赌皇叔府上的那壶美酒，10段香。要不，您那玉佩也成。看来，你对我这玉佩倒是觊觎已久啊。大殿下，您请过目。好。这不是沈惊鸿的字儿啊！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份。又有一份，是吗？不是说今年的经义有几道题极难吗？文风日盛，这是好事儿。来，王爷，您请过目。哎，皇叔，这份是沈惊鸿的没错。没错。但可惜，你还是输了。我们刚才赌的是这份卷子。没想到，今年竟有能与沈惊鸿比肩的考生。这天下奇才一人，又何止一个？哎，不过是记性好罢了。那还得看接下来的2场。那才能看得出是否有真才实学。
孩子啊，你要记住了，女人也要多读书，也要有自己的追求，就算被锁在这闺阁里，也不能做一只任人摆布的金丝雀。你一定要记住阿娘说的话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。记住了吗，孩子？第2场诗文《黄花如伞巾》。第2场诗文，非我所长，但是商先生说了，只要尽量切题，平仄工整即可。荒唐，这简直荒唐！居然70%以上的人都偏题。哎呀，今年的考题是“黄花如伞巾”，此题如此平常，没想到竟会刷掉这么多的人。大多考生都将黄花当成了菊花，殊不知，此诗出自“青条若耸翠，黄花如伞巾”，这写的是清明谷雨前后的景象。此诗中黄花指的是油菜花，考生若写了秋季菊花，便只能出局了。此人倒是没有偏题，只是写的平仄不对，倒像是打油诗。乡野油菜花，日日不得闲。乍得游子去，谁管百姓忙。这套青州名士的文房4宝，赠你此行一切顺利。第3场策论，平边安民之策。平边安民之策。就是这第3场策论。商先生不是还夸你文章来着吗？说剑走偏锋，雄才伟略。商先生是说了，说我的文章颇见雄才伟略，但他也说我是常是天马行空，时有惊世之语，所以这考官如果是个古板保守的，还有可能会给我下呢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想好了，第1场求己，第2场求稳，
那这第3场，第3场求神吧。时辰到，考生停笔，交卷。小姐，您终于出来了。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好臭啊！你还嫌弃你家小姐我吗？没有，心疼你还来不及呢。居里，你知道吗？进公务员前我还发了3天高烧呢。这个会试真是要了我半条命。小姐，你考得不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竭尽全力了吧。对了，居里，我跟你说，就我那篇策论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想吃好吃的，家里有没有好吃的？有，我都给小姐做好了，有好多好吃的呢。都有什么呀？烤猪蹄儿，还有烤猪蹄儿啊，不是蒸猪蹄儿吗？若说离经叛道也不为过。此题考的是如何评编，他倒好，这篇策论满篇都是如何养编。细细读来，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呀。什么道理啊？歪理！如此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回殿下，我等看到一篇策论，见解不同，是以发生争执。将卷子送过来，本宫与皇叔瞧瞧，究竟是怎样的言论。皇叔，您看。这个穆卓华策论写的着实大胆，不过却有几分道理。战争终究劳民伤财，这个法子未尝不可一试。这考生是北凉人还是东夏人？怎的还帮着他族说话？提问南陈之儒道，教化他族之民，以儒为教，就如西域以教立国。哼！要是他说的这些有用，皇叔，我们这些年来的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赢得一个让他们听话的机会。这份卷子上的字迹，看着甚是眼熟，似乎跟第1场的无错卷极为相似。这不是昨日写打油诗的人吗？我觉得此人记性不俗，见解不凡，奇才可与沈惊鸿一较高下。我看这个人才华不过尔，绝不可让此人通过会试。太后，穆卓华是吗？是，定王殿下亲自持灵牌送考，据说是从延州来的。太后，他莫非和云响月一样，都是当年阵亡将士的遗孤？陛下不让哀家动养儿，哀家总不能坐等着他查到头上。哀家要知道他的身世来历，越细越好。去查。是。菩萨在上，哀家没错，哀家所作所为全是为了菊儿和琛儿。
可他们却总是站在燕儿那方，让哀家为难。哀家如今还要自保，哀家真是太难了。大慈大悲菩萨在上，唵达利达达利达利梭哈，唵达利达达利达利梭哈。小姐，我刚才从外面回来，听说今日是放榜日，是吗？嗯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不着急？他们等着放榜呢。走！哎，掉价，太掉价了！这哪有会员自己在榜下面看的？那会员都是好整以暇，坐在家里面等人来报喜的。坐家里？嗯，有道理。那小姐肯定是会员啊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在这别乱动，等我报喜啊！我不动，我们去吧。哎呦！哎呀，不能去！要真的没中，我不能在榜下面让他们看笑话呀！哎呦，这个脑子！哎呀，这怎么想的？定王殿下跟大皇子明明都是主战。哎呀，在这瞎写什么呢？不对，可是要违背自己心意，写迎合他人的文章，那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啊！算了，不如趁这个时间收拾一下东西，再找个地方重新再苦读3年，接着再来考吧。总不能让定王殿下真的要我3年吧？哎呀，这么快！宋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难道不是来看病？就不可以特意过来看看你吗？哦，能的，哈，宋姐姐快请进。卓华，你知道吗？你送给姐姐们的那些香囊，她们都特别的喜欢，还说想找你再订一批呢。结果你这就要走了。其实，就凭你的医术，就算是不去考科举，那也一样可以在定京安身立足的呀。宋姐姐，定京热闹，不是读书的地方，科举之事才是我生平所愿。行医不过就是混口饭吃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香囊的配方回头我都会写好留给你们的。科举本是一件很不易的事，所以就算是没考上，也别太在意啊。卓华，你有敢于尝试的勇气，这已经是当今寻常女子难以做到的。你想想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人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呢？在这个世道上，女人实属不易，所以姐姐希望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，好吗？我明白了，宋姐姐。小姐，你中了！我中会员了。小姐，你还真敢想，会员当然是惊鸿公子啦。那我是，你是第17名。17名啊！天哪，17名也很好啊！太好了，没有想到你真的中了。那这样，我赶紧去通知姐妹们。17名你没看错吧？我就是17名。中了！真是太惊喜了！中了！第17名。17名，对呀，17名，真的是。哎，姑娘，快过来！来，中了！17名了！什么？哎呀，我一直在找你呢，陆大娘，卓华中科举了！真的？
姑娘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说话正气了，我就说了，我是不是早就说过，我这个房子啊是能出读书人的地方？原来是来，我别看你可以了，姑娘被谁了？姑娘被谁了？快来快来来呀！说话正客气了，姑娘都17了，小华，哎，姑娘，华大姐，我叫来给你祝贺来了，来了，可太好了，谢谢姐姐，谢谢，鼓掌，姐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。女的，写出那篇养鞭策的竟然是个女的，和沈惊鸿并列第一的居然是个女人。如今看来，确实如此。穆卓华，穆卓华，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啊？你再想想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我一定找个机会好好会会这个人。一解我的心头之恨，都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言？竟也能得17名。一别5年，这还是你第一次回京祭拜列祖列宗。没能留在定京尽孝，是佼佼的不是。无妨，你曾祖母一向疼爱小辈，她不会计较这些的。曾祖母是我朝唯一一位女帝，我听说是她在位期间首开了女子恩科。是啊，父皇亦不过是亦步亦趋。父皇此举是给天下女子莫大的恩典。若女儿不是公主，也真想以平民的身份试试这科举之路呢，说不定也能像曾祖母一样一展抱负。比起一展抱负，其实父皇更希望你能开心幸福。几个孩子中，父皇最钟爱的就是你，可偏偏最对不起的也是你。父皇何出此言？你自幼失势，长居江南，几个孩子中，唯有你不是在父皇身边长大。这好不容易选定驸马，徐孝堂又战死拒马河。想起这些年来你独守空闺，颠沛流离，父皇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父皇言重了。女儿虽长居江南，但是有皇姑祖的照拂爱护，有父皇的关心惦记，并不觉得孤苦。从今往后，女儿只想留在父皇身边尽孝，再不离左右。好，娇娇愿意留下，父皇真是求之不得。哦，对了，当年徐孝堂骤然离世，你坚持为他守节，如今5年之期将满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念念不忘，情未了，在耳鬓撕咬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古道，做无岸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埋锁在眼里
忘不了，就算隔天你咬牙